樱花是日本春季的粉红主角，成片般绚烂绽放，壮阔又稍纵即逝。穿梭樱花林间，微风中花瓣轻落，眼前的境界似乎有了短暂的模糊。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，在日本琵琶湖跟你一起走入樱花的世界。忘了曾经在哪里看过一句话，有人问：看樱花为什么要特别跑去日本一趟？我们国家也有啊。答：因为你还没去日本看过樱花。看似干话的回答，反而是非常准确的答案，还顺便告诉了你解决方式，十分精辟。樱花之于日本，不单单是花卉的一种，也不仅于花本身的美，它被赋予了意义，甚至成为了万物之始的独特象征。所以对于赏樱，日本人当然是会把龟毛的个性发挥到极致。首先在地点的选择上，就是踏入樱花林的前提，连非日本人也知道的樱花百选，绝对就是他们精挑细选帮你整理好的樱花导览书。日本樱花百选日本桜名所100選是由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日本樱花协会所选出的日本最美100个樱花景点。这个列表涵盖了从北海道到冲绳，包括城市公园、神社、寺庙、山区和海边等等不同的景点。日本樱花的种植最早呢，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。当时的樱花多是在宫廷或者是贵族庭院中的装饰，其后一直到了江户时代，樱花在时代洪流中逐渐的被民间普及。于1930年间，日本政府更是大幅的植树造林，造就了日本现今各地大量的樱花树。后来在2次大战后的1950年间，更将樱花作为重要的观光资源之一，于是便诞生了樱花百选的评选机制。这个评选标准的观察面向很多，当然樱花种类必须是日本原生种，而且数量绝对不可以少，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规模。开花的花期更是不可以少于1周，最好还能够拥有不同种类的樱花来延长观赏期。另外，通常单只有樱花还是不够的，樱花要与当地的自然景观结合，或者樱花要能够自成独特景观。最后，拥有历史及文化底蕴，诸如历史事件、文学作品、神话传说与樱花的相互结合，这都是评选的重要标准。评选的过程非常的严谨，通常会由政府、学术机构以及民间团体共同参与，来做出公正且客观的评选。从影片中，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，所谓的樱百选名单都是很角色了吧？所以，如果未来想来日本赏樱，但你又不知道从何下手的话，当年的樱百选名单翻完一遍，一定会有适合你的樱花绝景。对于樱花观光地的严谨评选，能上榜的当然都非等闲之辈，但是这样的风景地点竟然还有100个，就能知道日本人所种植的樱花究竟有多大的规模。在他们眼中，樱花可能已经不是某种植物花卉了，早已升华为某种狂热的情感，某种精神的寄托，更也许是被赋予了某种价值观的意义吧。樱花的花期短暂，从花苞到绽放，从绽放到凋零，最多仅有短短的数日。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尽力展现出自己的意义，就如同
人美丽的生命，数十载转瞬即逝，如梦又似幻。珍惜时下的每一秒，是樱花开放带给日本人的体悟。幽，春天，通常是一年四季中最变幻莫测的季节。一场雨，一场风，突如其来的一场春雪，都有可能瞬间的结束樱花美丽的身影。但樱花仍然选择了在这样的季节中绽放，无论现实如何的变化，仍旧坚定地展示着自己的淡雅。世间的人们将不会记得樱花绽放时的天气，而留在瞳孔记忆中的，只有在花瓣完全落下前的那一片高雅的粉红。文绉绉的书写，正是日本人心中对于美，甚至是对于生命之美的价值观，投影在樱花上，就这么刚好的不谋而合。所以也不难想象，为何樱花对于他们有这么狂热的吸引力了。加上在难得的赏樱期间，人们似乎都能够放下彼此成见、阶级意识，相约在樱花树下，享受彼此的陪伴，感受短暂的和谐与团结。神奇的在这几天，让人心凝聚。樱花之于日本人，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观光景点，而是一种赋予了理解生命、探索价值、寄托情感等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活动了吧。聊完了樱花之于日本人，那樱花之于单体又是什么呢？每次说到樱花，单体脑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赌一把跟麻烦呐。因为樱花花期短，受气温、天候影响性大，每次的樱花旅程其实都像赌博，能不能欣赏到刚好满开的时刻？会不会遇到下雨？该不会天气热？提早开放吧，等等的因素相互交杂，最后通常都只能交给命运来赌一把。但很不巧，单体又是个喜欢把命运尽量抓在手中的人，所以如果要规划樱花旅程，脑中就会预备非常非常多的备案，尽量要把不确定性降低。结果一趟旅程通常都会变得有点复杂好麻烦呐！虽然如此，单体还是每年都会踏上追寻樱花的脚步，有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思来想去，果然还是为了那个瞬间吧，从现实走入非现实的那一刻。樱花，有时候前一刻你还踏在朴实的道路上，下一秒却瞬间进入了仿佛动漫般的异世界。色调从世俗、洁白至嫩粉，被它们包围的空间仿佛渗透的一股迷幻与神秘。每每跨过这一次境界，从哇哦，这里太美了吧，最后感受到好像神圣一般的平静。这样复杂的瞬间，我想，就是为了感受这样的瞬间，单体才会每年都踏上追寻樱花之路吧。日本有首和歌，花の色は移りにけりないだつらに、わかみように降る眺めせしまに。虽然单体不知道怎么断句才对，但这字里行间，花瓣褪色，向我的眼前坠落，我则仿佛镜子般的凝视这一瞬间，很完美的描述了从普世踏入异世界的那一刻，而珍惜这一刻，便成为了每次奔向樱花的理由与目标。樱花之于单体，就是把握住这个当下的感受，虽然还不至于成为永恒，但也足以让时间冻结一阵子了吧。
日本樱花到底有什么魅力？除了美，我想蕴含其中的文化与精神，也是在每一次樱花季的轮回中，默默的影响着每位观赏者们。踏上这块土地，也许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赏樱要来日本了。在听着风夹带着花瓣的声音，又也许你也能找到自己追寻樱花的理由。我是北海道知识丹提，希望你能透过今天的影片与我一同感受樱花的意义。我们下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币下面棒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